室友跟我说，每晚都有个鬼亲他。我笑着说他做噩梦了。第二天，室友自杀了。当晚，我感到有人在亲我。最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劲的人是我的室友何月。我出差刚回来就被他一把拉住，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，上周每天半夜他睡着的时候都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在亲他。鉴于我上周一直出差没回来，合租房一共就3个人，所以亲他的人只能是我们的另一个室友邹荣。我一听就觉得不可能，邹荣是个考研党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心思都在学习上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对何月说，肯定是他做噩梦了。何月却坚持说一定有人亲他。当晚邹荣回来的时候，何月找到他，要当面说清这件事。邹荣本来压力就大，一听就气坏了，说何月有妄想症。两人吵得特别激烈，我怎么劝都没用，最后何月当场收拾了行李，说自己要搬出去住。临走前，他还指着邹荣冲我道，露露，我劝你也赶紧搬走，别跟这种变态当室友。说完，何月就摔门走了。当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何月有点公主脾气，平日里不大好相处，但也不是会说谎的人。可邹荣看上去也是个很正常的人，感觉不会干这种莫名其妙的变态事情。感觉归感觉，为防万一，我把工作用的 DV 拿出来，留在我的床边录像，随后才钻进了被窝。一夜无事发生。清晨起来的时候，我伸了个懒腰，心里刚觉得轻松了些，门就突然被人打开了。冲进来的人是邹荣，他一脸见了鬼的表情，难以启齿地问我，陆姐，昨晚你是不是来我房间亲我了？我骤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幸好昨晚留了 DV 录像，我赶忙将证据拿出来，证明我一晚上都在床上睡觉，绝对没离开自己的卧室。邹荣的脸色却变得更难看了，他重复地说，昨晚绝对有人亲他。我喃喃地问，真的不是做噩梦吗？他猛地转头看我，镜片后瞳孔因为过于恐惧而放大。他问我，陆姐，你想想，我和何月难道会做同一个噩梦吗？这下我也感到极其不对劲。邹荣立刻联系何月，然而无论怎么打电话发短信，他都不回复。我们估摸着是何月还在误会邹荣，生他的气，于是换我打电话过去，可何月还是不接。邹荣的脸色越来越煞白，他开始收拾东西。他一边收拾一边神经质的喃喃，陆姐，这房子不能住了。我连忙拦住邹荣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邹荣脸色像死人一般难看，在我连续的追问下，他吞吞吐吐地说了段秘密。这间房之前出过事，最早是一个单亲爸爸带着女儿住在这里，结果遇到入室抢劫，2个人都死于非命，这房子就成了凶宅。房东是邹荣的姑姑，从那之后起就把这房子闲置了，一空就是10年。结果邹荣考上大学后，看这房子离学校近，执意要住进来。他是个不信邪的，觉得封建迷信那套害人，因此不但自己住，还把另外2个卧室都租了出去，给自己赚外快。对不起陆姐，我真的以为是没事的。邹荣吓得眼泪都流下来了，房租我都退给你，你快搬走吧。说完，邹荣拉着他的行李箱，他似乎一刻也不愿意在这个房间多待了，转身逃命似的离开。我站在原地，人有点傻。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红旗下的人，我骤然听到了一番如此诡异的言论，实在是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但邹荣作为房东都已经跑路了，估计之后也不会再让我租这个房子，而且独自住在这么个凶宅里，确实是有点吓人。想到这里，我也简单的收拾了个小包，打算先去男朋友那里住2天。我背着包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一堆人围在那里，旁边停着救护车和警车。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冲上心头。我骤然看到地上是一大滩黑色的血迹，旁边是一个被车碾得4分5裂的行李箱，那个行李箱正是邹荣的。邹荣死了。据目击者说，邹荣就像中了邪一般，出了小区就直直地往马路上冲，然后就被一辆大货车撞上，头直接和身体分离，当场死亡。我整个人都吓傻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对面是一个憔悴的声音，他问我是何月的朋友吗？我连忙说了声是。对面告诉我她是何月的母亲，看到我给何月的手机打了许多个电话，就给我回过来。然后何月的母亲告诉了我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消息，何月也死了。此刻艳阳高照，我却觉得浑身上下一阵阵发冷。何月离开我们的出租屋后回了家。当晚，何月的母亲听到隔壁有凄厉的尖叫声，连忙赶过去。然而等她推开门已经晚了，何月用剪刀插进了自己的喉咙。何月的母亲挂了电话之后，我站在小区门口，浑身发抖。突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我的男友姚辉。露露，我开车来接你了。我抬起头，果然姚辉的车就停在马路对面。我像遇到了救命恩人一样，立刻朝他跑过去。然而当我离那车越来越近时，姚辉似乎看清了我的身形，电话里突然传出了他的大喊，站住！我愣了。姚辉的语气空前严肃，露露，别过来，往回走。他说，露露，你身后跟了的东西，你再往前走，他会不高兴。我人都快吓傻了。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么说的人是姚辉。姚辉的姥姥是东北那块有名的出马仙，他自己也从小是半个阴阳眼，能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
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姚辉对我说起这些，我都一笑置之，只当他在吹牛。姚辉见我不怎么信这些，也没坚持，之后就不怎么提了。可此刻，他的话对我而言无比可怕。姚辉，我颤抖着叫他的名字。此刻我再往前几步，就到姚辉的车门前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去？姚辉从车上下来，他露出极度不忍心的神情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露露，你千万不能再往前了，不然那东西不高兴了，会要你的命。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去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听姚辉的。他的判断极有可能是对的。何月、邹荣两个人都在发觉异常后立刻搬离了房子，可等待他们的都是死于非命。就像姚辉说的，那凶宅里的东西生气了，他不允许我们离开，否则就会要我们的命。我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回到了那座房子里。此刻，这间平平无奇的出租屋看上去是如此的阴森。耳机里传来姚辉的声音：露露，你要冷静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你打开视频，给我扫一下这间房子。我照姚辉说的做了，他的脸色立刻又变得难看了许多。这房子是个养尸的墓室，露露，你麻烦大了。姚辉陷入了自责。我租房的时候，他恰好在出差，没来陪我看房。他说如果他来看了，绝对不会让我住在这里。可此刻说什么都晚了，我哭着问他，所以我只能等死了吗？那倒不是。姚辉振作起来，他思考良久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那条我七夕节送你的丝巾，你放在身边的吧？我连忙点头，将那丝巾找了出来。他在就好。姚辉松了口气，这丝巾是我姥姥施过术的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盖在脸上，鬼就找不到你了。连着7天，鬼一直找不到人，就会以为这房子其实没有人，那时候你再往外跑，他就不会跟上来了。当晚，我盖上被子后，将那丝巾盖在了我的脸上。我睡不着，闭着眼睛强行数数。最终，在我终于有点困意，开始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隔着一层丝巾，在对着我的脸吹气。我一下就清醒了，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，身体就像被压住一样，丝毫动弹不得。我睁开眼，透过薄薄的一层丝巾，看向天花板，什么都没有。然而那种感觉是无比真实的，我分明感到有一个人就低着头，脸悬在我的脸上面，他的呼吸透过丝巾，像羽毛一样吹到我的脸上。我死死咬着牙，克制着自己不要叫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呼吸消失了，我浑身冷汗，筋疲力尽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失去了意识。在睁眼时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手机上是姚辉打来的10几个未接来电，我挣扎着爬起身，给他回了电话。姚辉听到我的情况，松了一口气，他说照这样坚持7天，我就得救了。我心情也觉得放松了许多，随后立刻感到肚子已经空了，就给自己点了个外卖。为了不连累外卖员，我让对方把餐品放在门口就好，我自己出去拿。结果我打开门时，却发现外卖员没走。那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她摘下头盔，盯着门内看，那目光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。然而在我想要关门时，女人开口了：养尸招魂。她喃喃道。我一愣，女人已经绕开我走进了房门，她径直走到我的床头，拿起丝巾。我连忙上前，喂，你干什么？还给我。女人的脸色却变得很难看，她沉声问，这东西谁给你的？我说，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丝巾。女人摇头，她说，这是招魂幡。招魂幡在哪里，鬼就能找到哪里。女人说，小姑娘，你拿着这东西，鬼上你的身，就跟鲨鱼闻着血味游过来一样容易。我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，很久都说不出话来。女人看着我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她在包里找了找，递给我一面小小的化妆镜，把它挂在床头，镜面朝里。她说，能保你一命。女人离开后，我呆愣着坐了很久，回不过神来，心里堵得一点东西都吃不下。我把女人送来的外卖放进了冰箱，然后回到卧室，开始回忆我和姚辉之间的点点滴滴。突然，我回忆起了一个细节，这个细节让我无比恐慌。那便是当初是姚辉在网上刷到了这个房子的出租信息，将它分享给我，我才租了这套房子。这究竟是一个巧合，还是我住进这房子本就在姚辉的计划内？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该为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话就不信任自己的男朋友，可偏偏心中又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在愈演愈烈。我和姚辉其实也只在一起了3个月，由于他工作忙，出差频繁，我们聚少离多。他是我大学的学长，身兼学生会主席和篮球队队长，帅气又多金，是许多女孩暗恋的对象。而我是跟他同专业的小透明学妹，在一次讲座中跟他加了微信，但几乎没怎么联系过。结果毕业后，姚辉突然开始频繁地点赞我的朋友圈，微信上找我聊天，然后便是约出去吃饭看电影，每次都会带着各种精心准备的小礼物。3个月前，姚辉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大捧玫瑰，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。彼时的我觉得自己被爱情砸中，迫不及待地点了头，随后一头扎进甜蜜中。但现在想来，很多细节都透露着不合常理，比如为什么姚辉之前对我完全没有兴趣，我毕业后却突然开始猛烈追求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给一个人脉广的大学同学发了条微信，请他帮我查查姚辉之前的事。
接着，我开始动用女人的福尔摩斯技能，在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姚辉。姚辉的微博我一直是知道的，但他不怎么更新，我也很少去看。我翻了翻他那几条陈年动态后，打开了他的关注列表。姚辉的关注列表有将近1000人，我一路下拉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没有想到的人——邹荣。如果不是刻意去翻，我绝对无法发现姚辉关注了邹荣，因为邹荣几乎躺在他关注列表的最底部。也就是说，早在7、8年前，姚辉刚注册这个微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关注了邹荣，而邹荣也回关了姚辉。这2个人认识，而且认识很多年了，所以姚辉根本不是无意中刷到了那条租房信息，他就是刻意让我住进这间房子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手脚冰凉，几乎克制不住身体的颤抖。此前，我从未想过我的室友会和我的男朋友是旧相识，而现在，邹荣已经死在了小区外，就算我想问他，也再没有机会了。而姚辉，我固然还可以问姚辉，可他说的话到底还值不值得我相信？就在这时，姚辉的视频打了过来，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：“露露，你怎么样？今夜要记得继续按我教你的办法，把丝巾盖在脸上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姚辉的表情和语气都跟平时差不多，我却突然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。牙齿打颤，我良久才低声说了个好。姚辉注意到了我的脸色极度苍白，但本身住在这凶宅里就是一件极度吓人的事情，我害怕也是正常。因此他并没有多想，只是温柔地安慰我：“露露，只要按照我教你的做，6天之后一切就结束了。”挂了电话，我颤抖着手拿起了那个女人留给我的镜子。当晚，我缩在被子里，把镜子摆到了床头柜。睡前我搜了一下，发现镜子确实自古以来都是辟邪之物，顿时觉得那女外卖员的话又可信了几分。我原以为自己会睡不着，但大概是这几天吃不下东西又受惊过度的原因，我的身体十分虚弱，沾床就失去了意识。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唇上有奇异的触感，我一个机灵，完全清醒了，是鬼在亲我。那一瞬间，我无比的后悔。用丝巾盖住脸时，鬼至少只是悬在我头顶呼吸，现在用那女人的镜子，我就和其他2个室友一样被鬼完全盯上了。可见这镜子其实根本就没作用，我被那女人骗了。悔恨交加，我也顾不上还来不及了，伸手就去摸被我扔在一旁的丝巾，结果身体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根本不受控制。我没摸到丝巾，胳膊肘还撞到了床头柜上的镜子。原本面朝我摆放的镜子被撞得调转了方向，发出了咚的一声响，变为了面朝床前。我下意识地朝镜子里看了一眼，这一看，我的魂差点直接从天灵盖里飞出去。镜子里映着的是明晃晃的一张人脸，那是一个男人，阴沉煞白的一张脸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盯着镜子看。我尖叫起来，疯狂地将镜子打飞了出去。镜子撞到墙角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空气里传来了一声男人的叫喊。随后，室内安静了。我坐在床上，披头散发，克制不住的大口喘着粗气。那声叫喊过后，室内再没有任何异样，只听得到我的呼吸和抽泣声，之前的阴冷触感也全都消失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想要打电话给姚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机怎样都没信号。我握着手机，一边哭一边等信号恢复，不知何时昏昏沉沉地失去了意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，我吓得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。天光已经大亮，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。我跑到门口，用猫眼往外一看，来人竟然是那个女外卖员。我根本不敢打开门，隔着门问她有什么事。女外卖员说她来这栋楼送外卖，顺路经过，就问问我怎么样。我使了个心眼，跟她说1、2句话说不清楚，让她傍晚再来找我。女外卖员离开后，我刚走到床边，姚辉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手机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的，姚辉的声音听上去很焦虑，他说他一直打我电话打不通，快急疯了。他让我打开视频，我刚打开摄像头，姚辉的脸色就变了。他问我：“露露，你是不是没按我说的把丝巾盖在脸上？”我红着眼眶点了点头，问姚辉是怎么看出来的。姚辉气得脸都白了，他大声道：“怎么看出来的？之前那东西只是跟在你身后，现在呢？苏露露，你知道那东西在哪儿吗？它骑在你脖子上呢。”寒气从我的头顶一路窜到了脊梁骨，我大哭起来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。姚辉也生了大气，他骂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。我一边抽泣，一边结结巴巴地组织语言，告诉了姚辉女外卖员的事。我刚说完，姚辉便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大概是意识到我的情绪不能再进一步被刺激了，他深呼吸了好久，平静了心绪，才低声道：“为什么，露露？为什么你宁肯相信一个陌生女人，也不相信我？是我平时对你不够好吗？”我哭着摇头，告诉姚辉并不是这样，恰恰是他对我太好了，而且好得太突然了，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闪闪发光的人会突然看上平庸的我，而且他又认识邹荣，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可疑了。听完我的诉说，姚辉长叹一口气，他告诉我，他的确跟邹荣是发小，当时邹荣在给这栋房子招租，他知道我正在找房子，就顺手发给了我。之所以没说和邹荣认识的事，是因为他怕我因为异性朋友吃醋，
反而会赌气不租这个房子。姚辉向我道歉，他说都是他的错，没来亲自考察过这房子。他跟邹荣是小学同学，一直觉得邹荣人不错，没想到邹荣出租的竟然是这么个凶宅。至于突然追我的事，姚辉也反复向我解释，他说他在学校的时候的确没怎么关注过我，结果在我毕业后看到了我的朋友圈，发现这个学妹很有趣，公司又在一个城市，所以想要接触一下，然后很快的爱上我。没想到进度太快，让我产生了这么多不安全感。姚辉的解释很诚恳，他越恳切，我越是愧疚。最后姚辉很严肃地跟我说，让我千万不要再相信那个女外卖员的任何话。那面镜子是招鬼的，他让镜子朝你摆放，鬼从镜子里爬出来，直接索你的命。我问姚辉，我和那个女外卖员无冤无仇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？姚辉沉默了一瞬，然后告诉了我一个让我脊梁骨发毛的信息，因为那女外卖员不是活人，她是个鬼魂，只能徘徊在这栋楼里。说完这句话，手机的信号再次莫名其妙地断掉了。姚辉的声音消失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。我呆站在原地，心想这不可能，他是个外卖员啊，昨天还给我送了外卖呢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那份外卖我还没打开过，仍然放在冰箱里。我赶紧冲到冰箱前，将外卖取了出来。那是一个厚厚的牛皮袋，密封得很严实。我一撕开袋子，立刻傻眼了。袋子里根本不是我点的外卖，而是糕点、供果之类活人给死人祭祀用的贡品，甚至还有香烛和纸钱。我吓疯了，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纸袋甩了出去。我刚把纸袋扔出去，房门就响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老楼是有门铃的，但女外卖员从来没摁过门铃，每次来都是敲门，而且咚咚咚咚，她敲的是4下。之前姚辉就告诉过我，风水学中人敲门是3下，敲4下的是鬼。只听女外卖员在门外悠悠地问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我屏住呼吸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竭尽全力让自己不要发出一点声音。结果就在此时，手机却骤然响了起来，铃声在黑夜中听上去分外刺耳。姚辉之前还跟我说过，脏东西会影响电波，所以我的手机信号大概也是被影响了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。想到那脏东西就骑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又打了哆嗦。门外，女外卖员似乎也听到了手机铃声，她悠悠地说：“你听我的话放了镜子的，对吧？有没有照到他？”他听这个口吻，女人难道知道我会照到一个男人？我浑身发抖，人被逼到绝境反而来了勇气，我壮着胆开了口：“你知道镜子会照到谁？你认识他？”女人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没回答我，只是轻柔地说：“我是真心想救你。”她不这么说还好，一说我彻底爆发了。我大声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根本不认识，你有什么理由要救我？”女人再次轻轻叹了口气，她用一股哀怨的语气道：“莎莎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和你一样大。”莎莎，莎莎是我女儿。女人轻声道：“我早年心思都在打拼上，一年四季都在外面，一心想给莎莎挣一个未来，没想到反而让母女关系越来越冷淡。莎莎直到死前都还恨着我。我看到你就想起了我的莎莎，所以啊，我想救你一命，至于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”女人的声音渐渐远去，她就这么走了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衣服，发现已经被冷汗浸透了。缓过神来，我才想起去拿自己的手机。电话是我大学同学给我打来的，之前我就是发微信拜托他帮我调查姚辉。我刚接起电话，大学同学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苏露露，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？不然为什么会跟姚辉这么个渣男在一起？”我惊呆了。在接电话之前，我其实已经决定相信姚辉了，毕竟女外卖员是鬼这件事已经坐实。但现在同学的话让我骤然意识到，并不是排除了外卖员我就能相信姚辉。我连忙问同学，姚辉到底做过什么？同学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说姚辉大学的时候一直跟他们班班花在一起，两个人感情非常好。姚辉说过这辈子非班花不娶。结果就在今年上半年，班花突然查出了 B 细胞极低，很有可能是白血病。姚辉立刻甩了对方。同学还问了一下我跟姚辉在一起的时间点，问完更生气了。按照时间线，姚辉几乎是在甩了班花的几天后就开始追求我，妥妥无缝衔接。同学在电话里狂骂：“4年啊，姚辉跟班花在一起了4年，分手分得这么绝情，还转头立刻就找了新欢。露露，这男人不可信啊！”挂了电话后，我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麻了。女外卖员不可信，姚辉也不可信。可我此时就在这样一个凶宅里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了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很想立刻冲出这个屋子，爱怎样怎样。但想到邹荣失手分离的样子，我一阵阵腿软，最后还是没有敢贸然离开。四周一片深黑，我抓紧自己的袖子，马上就要睡觉了。可是姚辉给我的丝巾我不敢用，女人留给我的镜子也已经碎了。如果操作的不好，恐怕我连今夜都活不过去。就在我纠结的时候，姚辉再度联系了我。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知晓了他跟前任班花的事，只是问我是不是已经验证了女外卖员是鬼。在我点头后，姚辉松了一口气，他叮嘱我一定要按照他说的那样，将丝巾盖在脸上。我犹豫了一瞬，带着哭腔对姚辉说：“我要他过来陪我。”
姚辉脸色发白了一瞬，他说：“女外卖员就在外面游荡，现在这宅子里外全是鬼魂，实在是太凶了。”我抹了把眼泪，跟他说：“我不管，我现在太害怕了，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熬到天亮。要是他不来陪我，我干脆从楼上跳下去算了。”姚辉见我一副完全崩溃的样子，妥协了，说他准备点防身的东西，立刻赶过来。挂了电话后，我来到门边，对着外面试探性的轻声道：“喂。”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，不轻不重。他来到了我的门外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隔着防盗门，静静的各自站着。我知道，这就是那个女外卖员，就像姚辉说的，她无法离开这栋楼，一直就在走廊里游荡。我想了想，拉开了防盗门。门外，女外卖员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侧了侧身，对她说：“进来吧。”姚辉在半个小时后赶到了，他带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些匆忙间找来的辟邪之物，比如浸泡过鸡血的黄豆和莲子，还有一面镜子。我垂眸望了一下那面镜子，没说什么。我对姚辉说自己饿了，让他帮我煮碗面，不然我饿着睡不着。姚辉拗不过我，去厨房帮我煮面。趁他忙活的时候，我将其他的辟邪之物全都收进了一个小包裹，藏进了我的被子里，只留下了那面镜子。片刻后，姚辉端着一碗下好的面走出来，他说：“吃吧，露露，吃完好好睡。”突然间，姚辉愣住了，碗从他的手中坠落，砸在地上，汤汁四溅，瓷片粉碎。他僵立在原地，感到耳边有个人在轻轻地吹气。我就站在姚辉的对面，所以我完全看清了这一幕。那个女外卖员就站在姚辉的身后，她的呼吸轻轻地喷吐在姚辉的脖颈上。电光石火间，姚辉猛地扑向了那面镜子，他拿起它，回头朝女外卖员一照。女外卖员发出一声惨叫，随后便消失了。而姚辉手中的镜子上出现了一道裂纹。他缓缓将镜子放在桌上，喘着粗气，回头对我道：“没事了，露露。”他的话音消失在了嗓子里。因为在他身后的我正高举着一根球棍，我狠狠将球棍砸在姚辉的后颈上。我看着姚辉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倒了下去。姚辉醒来时已经被我用打湿的被单牢牢地捆住了。他挣扎了一下，不可置信地望向我：“露露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坐在他的对面，眼神平静。我告诉姚辉，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我不敢相信女外卖员，也不敢相信姚辉，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对峙。现在姚辉用镜子收了女外卖员的鬼魂，而我又把姚辉绑了起来。这下感觉安全多了。姚辉震惊地望向我：“露露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个凶宅里还有脏东西，你怎么会觉得控制住我和那个外卖员就安全了？这些脏东西会伤害你的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真正要伤害我的人是你，姚辉。”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张照片，这是我在等待姚辉来的过程中搜到的资料。我问了那个女外卖员的名字，然后搜到了她生前的创业采访。照片中，女外卖员是个餐饮店的老板，她对着镜头灿烂的微笑。这是一家夫妻店，跟她合照的是她的老公，一个面色有些阴郁的中年男人。这个男人正是我那天晚上在镜子里见到的男鬼，而他们的身边是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，看样子大概在上小学，长得非常漂亮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女外卖员跟着凶宅中的两个鬼其实是一家子。我低声道：“这几天待在这座凶宅里的时候，只要手机有信号，我就会各种搜索资料，试图拼凑出有关这间凶宅的过往。刚刚总算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。不如让我们从头讲述这个故事吧。”女人曾经和老公一同创业，结果创业失败，欠下了许多债务。女人不甘心，她还想要继续打拼，但丈夫已经心灰意冷，于是她和女人离了婚，带着女儿走了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女人继续创业，男人则带着女儿租了这间屋子。由于极度的失意，男人开始酗酒、赌博，甚至染上了毒瘾也说不定。但他的女儿莎莎却乖巧又漂亮，媒体的报道都说她是个学习很好、人缘也很好的女孩子，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她。我看着姚辉，他死死盯着我，同人漆黑。我轻声道：“你也是很喜欢莎莎的男同学之一吧，姚辉？8年前，在莎莎上高一的时候，他父亲因赌博惹上的债主派打手上门，虐杀了父女2人。在那之后，这间宅子便频频发生怪异事件，人人都说父女2人的亡魂没有离开，于是这间屋子便也成了凶宅。将父女2人困在这里的人是你，姚辉。你舍不得莎莎离开，因此就给这座房子做了手脚，让亡魂无法从这里离开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认识邹荣，她是房东的侄女，你上门施术的过程中会频频和她遇见。鉴于房产权是邹荣他们家的，所以你有心的和邹荣处好了关系。其实就我和邹荣的相处来看，他并不是那么心大的人，之所以能够放心大胆地住进这座凶宅，应该是你以阴阳眼的身份做担保，告诉他这栋房子完全没事的吧。而他想把剩下2间卧室租出去，应该也是你的授意。姚辉，你从高中到现在花了7、8年的时间做了一个这样大的局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盯着姚辉的眼睛，轻声道：“借尸还魂，复活莎莎。”姚辉瞪着我，他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，良久，他才低声问：“你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？”
很简单，在得知你前女友的信息后，我去查了一下她，然后惊讶地看到她的生日和我是同一天。姚辉，她原本才是你为莎莎选择的容器吧？是的，在看到姚辉前女友的生日后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所谓夺舍，或者说借尸还魂，便是找一具新的身体，让它成为容器，去安放亡者的灵魂。姚辉一早便选择了班花的身体作为莎莎的容器，为此他精心和班花培养感情，在几年的时间中，不断向班花渗透各种玄学知识，让班花相信鬼神之说。原因很简单，姚辉在之前就对我说过，信念会影响一个人的力量，你越怕鬼，鬼就越能侵蚀你。所以借尸还魂想要成功，就需要被夺舍者相信鬼神，越是相信，他的灵魂就越虚弱，鬼才越容易吞噬掉他的魂魄，占据他的身体。但让一个现代人彻底相信玄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为此姚辉花了很多年，才终于将班花培养了出来。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容器会在关键时刻出问题，班花查出了患白血病的可能。姚辉深爱莎莎，借尸还魂如此之艰难，他绝不希望为莎莎换来的是一具可能很快就要病死的身体，于是他不得不立刻放弃班花，转而寻觅新的容器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快速地无缝衔接，转而追求我。但是对于我，他没有办法像班花那样一点点地培养了。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，莎莎的鬼魂没有办法撑下去了，他必须尽快地让我的灵魂变得虚弱。所以他杀了我的2个室友，杀人的应该是莎莎的父亲，那个男鬼，你跟他做了交易。我说那晚我的镜子照到了他，所以会在每晚去亲人的不是莎莎，而是莎莎的父亲。莎莎的父亲成功让何月跟邹荣中邪，杀死了他们。而他们的横死也让我吓破了胆，开始彻底相信鬼神之说。于是你把招魂幡给我，开始让我进入这个仪式。如果我真的按你说的做，7天之后，莎莎的灵魂就能成功取代我。姚辉，其实你知道吗？直到最后，这些都是我的推论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断绝对正确，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信息都来自于那个女外卖员对我说的话。如果她是完全骗我的，我就完了。真正让我确定我没有做错的，是你带的那面镜子。你用镜子去收女外卖员的魂，就说明镜子的确有这个功能。女外卖员确实是想救我，她给我的镜子让我躲开了那一晚男鬼的附身。姚辉，现在你做什么都没用了。我从柜子里找到一面镜子，拿在手中。如果莎莎敢来附我的身，我就敢拿镜子照她。姚辉死死地盯着我，他的眼睛布满血丝。突然，姚辉大吼起来，那些被我藏在被子里的黄豆和莲子突然滚落出来，在地上形成了诡异的法阵。姚辉说：“苏露露，你去给莎莎陪葬吧。”伴随着他诡异的笑容，我骤然感到天灵盖一阵阵作痛，整个人头晕目眩。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，防盗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轻轻的吟诵声：“浮生若梦皆是空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”这种诗句错接是要气死语文老师的程度，但此时此刻没人有空在意这个。染血的莲子原本已经排不出了诡异的形状，结果在这吟诵声中又无序地滚落到了一边。姚辉绝望地冲门外大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在下追魂人，姓纪名昭，最近接点超度亡魂的单子，糊口养家。”外面的人一把清朗的好嗓子，这种时候都能带着笑意。刚好路过此处，感觉这里有生意能给我做，于是就冒昧地上门了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打开了防盗门，门外是一男一女，在我昏倒前，那个女孩接住了我。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听到了纪昭和姚辉的对话。纪昭看了一眼地上的法阵，沉声道：“啊，仙家嫡传，兄台这身份确实不一般，所以胆敢摆这么大的阵仗，逆阴阳而行。”姚辉怒吼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纪昭不笑了，他冷声道：“徒子徒孙，就别跟你祖宗较劲了。”下一秒，巨大的光晕淹没了我。我醒来时是在胡同里的一家小店，穿白衬衫的女孩坐在一边，看我醒了，拿根雪糕给我，吃不吃？雪糕冰冰凉凉甜甜，带着一股浓浓的奶香。我咬了一口，感觉整个人好多了。还没好多久，这个自我介绍叫徐小冉的女孩就用一句话呛死了我。她说：“姚辉死了。”我一口雪糕呛进肺里，咳了个死去活来，怎么死的？徐小冉耸耸肩，她用这种禁忌之术，如果没成功的话，本来就是要被反噬的。接着，从徐小冉的讲述中，我拼凑出了这个故事的更多真相。姚辉的确是天生阴阳眼，也是玄学世家，而莎莎是他的白月光。在莎莎死后，高中生姚辉不能接受这一点，于是他花8年时间缓缓布下这个局，为此不惜杀害了完全无辜的何月跟邹荣，以及即将杀害同样无辜的容器，也就是我。这业债太重了，以姚辉的命格根本背不动，所以在那一夜，他在催动法阵后直接七窍流血暴毙。至于那个女外卖员，她是莎莎的母亲，在女儿死后也没有心情再做生意，转而跑起了外卖。由于思念过度，她在一次送餐的过程中出了事故，被撞成了植物人。她的身体在医院中，灵魂却徘徊在了女儿的门口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她发现女儿的灵魂一直和前夫一起困在这座房间里，她想要带女儿走，但那间凶宅被姚辉做过法，她和女儿之间隔着结界，连见一面都做不到。
徐小冉告诉我，其实女外卖员教你用镜子的方法是正确的，之所以那晚上会没避开男鬼亲你，是因为镜子的方向反了。镜子应该朝外放的，但那女外卖员自身已经是鬼，她的很多认知和人类是相反的，所以弄错了，让你把镜子朝里放。不过好在阴差阳错，你到底是救了自己一命。接下来的事情都与你无关了，莎莎不想害你，莎莎的母亲也是。徐小冉说，季昭已经消除了那间房子的结界，引渡了冤魂，房子彻底干净了。不过估计你也不想住了。这次逃过一劫，你必有后福，往后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继续你的人生吧。徐小冉将我送出小店，我眯起眼睛看着久违的太阳，心中有大难不死的庆幸，更有一种悲伤的怅然若失。季昭和徐小冉在送走了苏露露之后，一起开车前往一个地方，市立医院。季昭似乎有点疲倦，于是由徐小冉来开车。他一边开一边问季昭，都处理好了？季昭闭目养神，轻声道，贿赂了阎王爷2包新口味的薯片和1盒9星巧克力，他答应会给莎莎挑个好人家投胎。至于莎莎他爸，那男人卖女求荣，自己毒瘾牵连家人，我给阎王爷留了张小纸条，建议入畜生道。2个死去已久的鬼魂终于入了轮回，而还有一个生魂需要处理。市立医院的病房中，一个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她就是那个女外卖员。医院已经判定脑死亡，她还在阳间有一口气，或许是有什么心事放不下。季昭走上前去，徐小冉站在远处，他看到昏迷的女人流下了一滴泪，随后灵魂便彻底脱离身体，进入了轮回之中。季昭来到了徐小冉身边，徐小冉轻声问他，你对那女人说了什么？只是告诉了她一些真相罢了。季昭说，我告诉她，我见到她女儿莎莎了，那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。莎莎在进入轮回前托我带了句话给她。莎莎说，她没有怨恨过妈妈，相反，她一直很爱妈妈，也知道妈妈爱她。被困在房间里的那些年，她很害怕，但后来她就不怕了，因为她知道妈妈就在走廊里陪她。如果有来生，她还愿意再做妈妈的女儿。